我和桑榆是青梅竹马，可在孕检时，我发现他出轨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一脸不耐。我腻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流产住院的时候，桑榆却陪着他的情人逛街。我痛得在病床上辗转反侧，焦急地给他打电话。他却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：“宁月，你又怎么了？”我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就听到李静娇软的撒娇声：“阿宇，我喜欢那条项链，你给我买吗？”他压低声音警告我：“我有事在忙，别烦我。”随即挂断，手机里只传来冰冷的忙音，冰冷蔓延到了身上的每一寸，心脏绞痛的让我无法喘息。医院的地板反光的刺眼，因为哭得太狠，眼前模糊一片，却清晰地看到来来往往的孕妇荡漾着幸福的笑容，丈夫小心翼翼的照顾和欢喜，一切都在嘲讽着我是个可笑愚蠢的女人。最近她的反常都让我慌乱不安，她逐渐不耐烦的态度，偶尔夜不归宿，身上刺鼻的女士香水味，都在告诉我她不爱我了。可爱就是会让人盲目，我自欺欺人的蒙上了怀疑的眼睛。直到李静发了许多张图片给我，我点开，瞬间如坠冰窟，都是他们的床照，迷乱不堪的无法直视。攥紧手机，手指用力到发白，我颤抖着往下翻，一张照片将我击溃，是李静的孕检图。她像是嫌我太蠢，把一切都摆到了台面上。宁月，我怀孕了，桑榆的。你打算骗自己到什么时候？老公都不回家，你也能厚着脸皮待在他身边？也许被桑榆偏爱，李静有恃无恐，她嘲讽不屑，挑衅我的意味十足。一个孕妇孤单凄凉地在医院治病，护士都怜悯地看我。你有小产的迹象，住院观察1天。他看我状态实在糟糕，忍不住劝慰：日子再糟糕也得过，先好好养身体。桑榆第2天才来接我出院，甚至没有一句解释。我又闻到了他身上那股腻人的香水味，脸色登时变得难看，咄咄逼人地问他：你昨天在哪里？他顿了一下，照旧面不改色：在公司，昨天太忙没接到你电话。我把手机砸到他身上，毫无理智的大吼：忙什么？忙着造人。他看到手机上露骨的照片，面色大变，周边有人不断探头看着我们。桑榆到底是在乎脸面，紧张地揽住我劝哄：我们先回家，回家再说好不好？我失神落魄，他到底哪里好？桑榆薄唇抿紧，眼里的厌恶一闪而过：你不看看自己现在什么样？你和他比。我扯出一抹苦笑：李静不是白月光，也不是朱砂痣，只不过长久的柴米油盐，我成了桑榆衣服上的饭粒子。所以李静就哪儿都好。一路上我沉默无言，胸口闷堵的压抑，这场自欺欺人的骗局走到了尽头。进了门，桑榆看我精神恍惚，紧张地捏着我的肩膀，强迫我回神：宁，对不起，只有那一晚你相信我，我会处理好李静和小孩，我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看到他手上戴着的结婚戒指，静静地看他：你和他上床的时候也戴着结婚戒指吗？他像被重击了一样，双手无力地垂下，眼神闪躲，不敢看我。我的情绪达到顶峰，气急败坏砸了门口的花瓶，4分5裂的玻璃炸开。我崩溃的大吼：我问你，你和他上床的时候戴着结婚戒指吗？你有想过我和孩子吗？他目光沉沉地看着我，嗫嚅的还是说出：戴着。我像垂死之人，窒息感四面八方袭来，眼前一晕，就要倒在那堆玻璃渣上。
桑榆吓得面色发白，将我抱到沙发上，我头抵在膝盖上，不停落泪。为什么？他有些烦躁，扯开领带，眼中有些不耐烦。宁宁，我们在一起26年，我承认我有点腻了。那天我有点喝上头了，李静正好来找我谈项目。他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我爱你，但那天我确实鬼迷心窍。我和你承诺，只有那一次。”我看到他脖子上点点红痕，他还在骗我。昨天他明明和李静厮混在一起。失望到了顶点，嗓音沙哑苦涩：“离婚。”他脸色巨变，难看得要命。不可能，你想怎么样都可以，离婚不可能。我无比决绝。离婚，我再说一遍，不是征求你同意。你不同意，我会直接走诉讼程序。他深呼吸好几次，无奈地看我，为什么一定要走到那一步？你明知道我爱你。我一巴掌狠狠扇了过去。你说爱我，你和李静上床。你明知道他高中对我做了什么，你和他上床。桑榆，你让我恶心。你烂掉的那一瞬间，让我感觉我也烂掉了。我会无数次陷入自卑，会怀疑自己哪里做错了，才遭遇被出轨，一生都可能不敢再爱。我内心悲凉到了极点，胸脯被气得起起伏伏。他看我情绪激烈，不敢再言语。他试图抱我，被我推开，别碰我，我嫌恶心。我躲到房间里，坐到地上崩溃大哭。桑榆站在门外，内心一抽一抽的疼。宁宁，你别坐在地上，你还怀着孩子，我求求你，为了孩子也冷静下来好不好？我把能砸的东西都砸在门上，让他滚。男人烂掉是一瞬间的事情，他再也不是我记忆中眉目清秀、清爽干净的少年。高中的时候，我被李静拍过裸照，只因为反抗他霸凌班上先天失声的女孩。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早晨进入学校面对的眼神。有人不怀好意对我做着摸胸的动作，也有人站在一边恶劣地讨论我的尺寸，有 C 吧，哈哈哈哈哈。我被推搡到布告栏前，密密麻麻贴着我的照片。拍照的声音、嘲讽的笑声都让我觉得恐慌。那一刻，我就像被扒光了，站在阳光下，羞耻感充斥着我身体的每个角落。桑榆气急败坏砸了拍照人的手机，把你们的嘴闭严实，但凡有一张照片传出去，就让你们死。我躲在密不透光的房间内，不吃不喝不说话。桑榆就在门外一直陪着我，画很丑的漫画从门缝里塞进来，逗我开心。他只是不停地说着：“宁宁，我在，别害怕。”我缓缓打开门，只看到他担忧的目光。他说到做到，牵着我的手，挡在我身前，帮我取证对质。最后的结果因没有造成伤害不了了之，李静也只是转学，生活就可以重新开始。那我是第一次见桑榆哭，他在警局门口哭得眼圈通红，抓着警察吼：“那宁宁怎么办？他受的伤害谁来弥补？”桑榆出轨李静，在我过往的青春里又刻上了一道疤。我坚持要离婚，桑榆死活都不同意。宁宁，孩子需要爸爸，你还在怀孕期间，我们有什么事等你生完孩子再说好吗？我看着他极尽卑微的样子反问：“桑榆，你还记得以前李静对我做的事情吗？”他皱起眉头，耐心被消耗殆尽。宁月，你为什么这么拧巴？都过去多少年了，这点小事你还要斤斤计较？我气得发抖，他和李静一样恶心。那个站在我身前保护我的人，最终成为了伤害我的刽子手。反胃的感觉一阵阵涌上来，我趴在洗手台吐到胃疼。桑榆懊恼地捶了一下桌子，缓和了一下情绪，端着水凑到我嘴边：“宁宁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
我反手砸了杯子，脸色冰冷。分开住，孩子生完之后离婚。你不同意，我就把孩子打掉。他气得脸色发青，却不敢再逼我，只能妥协。我当天就搬回了自己的 loft 公寓。桑榆一脸疲惫，李静的事情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，我发誓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，你不要再说离婚打胎来吓我了。我冷笑一下，结婚的时候他也发过誓，男人的发誓跟狗叫没有区别。那天之后，桑榆每天都过来，站在门外讨好我。宁宁，我就看你一眼，你平安我就走好吗？我置之不理，他吃了闭门羹，只能离开。前脚刚走，没过一会李静就给我发了消息，桑榆担心我孕反，专门送吃的给我哦。我看了一眼照片，桌子上摆满了精致的菜，桑榆背后都湿透了。屋外狂风暴雨，我手心的温度一寸寸冷下去。我和他的这段婚姻爬满了虱子。李静连续几天不断骚扰我，等不到我们离婚的消息，开始威胁：宁愿你不和桑榆离婚，我就把你的裸照爆出去。我脸色泛白，却毫不退让。李静，你应该不想被曝当别人小三吧？别再惹我，不然我一定让你完蛋。他气得破口大骂，我冷着脸直接挂断电话。我尝试和桑榆通话，但每次都被挂断。刷到李静的朋友圈，我指尖一顿，身体不舒服，桑先生一直陪着，不过项目总算谈好了。附图是李静穿着病号服的照片，调整点滴的那只手我再熟悉不过，他还戴着我们的婚戒。原来他没空接我的电话，是在陪李静。而李家一直谈不成的项目，李静吴侬软语2句，就轻而易举拿到了手。我眼眶酸涩，死死地掐住自己的手腕，强压着落泪的情绪。门口传来敲门声，我以为是桑榆来了，忙起身开门，却看到了梁其军。看我这副失望又憋屈的样子，叹了一声，轻轻按了一下我的眼睛，想哭就哭。我肩膀塌下来，眼泪簌簌地掉落，抽噎着问他：你回来干什么？他没好气地把我扶到沙发上，回来帮你打离婚官司，能干什么？梁其军在大学时对我穷追猛打，我却一心扑在桑榆身上。他受了情伤，跑到国外一待就是好多年。我垂着头不愿意看他，只觉得他是看我好笑，看一看当初毫不犹豫拒绝他的人有一个多么不堪的下场。他帮我倒了杯温水，又放了一张名片：宁月，我真的只是想帮你，你需要律师的话可以联系我。顿了顿又说，发生紧急情况也可以联系我。他说完就离开了。我自虐一般不断刷着李静那条朋友圈，我知道那是给我看的，心脏冰凉一片。第二天桑榆才姗姗来迟，我第一次让他进了门，语气疲倦到了极点：我们离婚吧，我一天都不想和你有任何瓜葛了。他烦躁吼我：你又在闹什么？就因为我昨天没接你电话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让李静打掉孩子付出了多少？他注意到桌子上放着的名片，拿起来看了看，梁其军京盛律师事务所。桑榆气得发笑，神色愠怒：这就是你要离婚的原因？有人和我说，昨天有个男人很晚才离开你的公寓，怎么，后悔没选他？你还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和他共处一室一整晚，你不脏吗？我身子轻晃，难以置信地看他：你说什么？他烦闷地拿出烟盒，看了我一眼又扔到一边，绷着脸对我说：扯平行吗？我不计较你和梁其军，你也别再提我和李静的事情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我笑了起来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太可笑了，他自己脏就认为我也脏，认为我会和他做一样的事情，居然还说好好过日子。
愤怒让我失去理智，我扑上去和他厮打，眼中带恨。我后悔了，我后悔没有选梁其君。我们两个撕掉了最后一层遮羞布，变得人不人鬼不鬼。桑榆面色扭曲，大骂我疯了。他脸上被抓出几道痕迹，下意识想抓住我，但我挣扎的厉害，和他推搡在一起。慌张下，我踉跄后退，脚下踩空，直直地从楼梯上滚落。五脏六腑都疼得炸开，四肢控制不住的抽搐，腿间一片黏腻，空气里都是血的味道。我看到桑榆焦急紧张的面孔，他声音里带了哭腔：“宁宁，宁宁，你别吓我。”我闭上眼，颤抖着想，最后摸摸腹中的孩子，却无能为力，陷入了昏迷。空气里都是消毒水的味道，眼皮像有千斤重。我费力地睁开，意识回笼，身旁仪器的滴滴声都在提醒着我发生了什么。刺眼的阳光从窗户里透进来，明明是生机盎然的夏天，我却冷得如坠冰窟。我缓缓地抬手摸了摸腹部，平坦的空荡荡的，绝望地痛哭出声。桑榆守在我身边，满脸憔悴，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，看我哭成这样，也忍不住抽泣。宁宁，我们还会有孩子的，还会有孩子的。我哭到再流不出一点眼泪，眼神空洞地蜷缩在病床上。我还记得桑榆偷偷准备好了婴儿房，会在我睡着后悄悄拼着小木马，会满眼爱意、期盼又紧张地抚摸我的肚子。那一刻，我们的心脏同时跳动，像不可分割的共同体。短短不过几天，我失去了我的爱人，也失去了我的孩子。他死死地抱紧我，滚烫的眼泪不断落在我颈边。宁宁，我们不离婚，只要不离婚，怎么都行。我们在一起28年了，早已成了彼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我爱你，我真的不能想象失去你的生活。他紧张担忧的神色一如既往，他那么爱我，却在柴米油盐中对别的女人心动了。我第一次遗憾他对我是爱情，这足够让我心如死灰。我冷眼看着他，好，我要公司的股份，不是钱，我要实际控制权，我要他下地狱，要他生不如死。他眼里涌上喜悦，拥紧我，好，都好，你只要不离开我，什么都答应你。我联系了梁其君，他赶到医院，知道我流产，惊到一时失语。桑榆见到他，一脸防备地站在我身前，我语气冰冷：“他是律师，我只是让他草拟合同，你能不能回避一下？”我扯了扯身上的病号服，满脸讥讽：“毕竟我现在这样，也做不成什么，对吧？”痛楚在桑榆眼中一闪而过，他声音卑微低弱：“别这样说，我去给你准备饭菜，你们谈。”我直戳了当，我需要桑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。梁其君想了下，有些为难地看我：“桑榆是最高领导者，我只能帮你争取到除他之外的第二代表。”我眼底冰冷一片，这就足够了。沉默了片刻，梁其君低声问我：“疼吗？”我现在思绪里没听清，恍惚地问他：“什么？”他摇头：“没什么，合同我会尽快拟好给你。”他并没有问我为什么不离婚，只是叮嘱我注意休息。也许是心生愧疚，桑榆合同签得很快，没有任何不满。看了眼时间，他快下班了，卡着时间发了医院的地址给李静。果不其然，他怒气冲冲地闯进来，对我恶语相向：“宁月，你到底有没有自尊啊？桑榆是真心和我在一起，你竟然还死抓着他不放。”他凑近笑得恶毒：“桑榆让我打掉小孩，我因为孩子没了还伤心了一段时间，没想到你也流产了，真是活该。”我眼底一暗，一步步逼近他：“你想要我们离婚是吗？那我偏不。”
他气得面目狰狞，扑过来要动手。我抓住手腕，扬手一巴掌抽了过去，他跌坐在地上。我居高临下踢了踢他：“你可能不知道，现在决定李家生死的人是我，项目停了，现金流断了。你求桑榆有什么用啊？你应该求我。”他愤恨地吼道：“宁月，你应该去死！去死！”门突然被踹开，桑榆勃怒地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李靖惊慌失措：“阿宇，我没有。”桑榆没听他任何说辞，暴力地将他拖出门外。他把我扶起，生怕我受伤，眼底的心疼怎么都藏不住。我没再和他联系过，不知道他怎么找来的。你信我？我点点头，佯装悲伤地看他。他说：“我们孩子没了是活该。我最近也总梦到宝宝，问我为什么不要他。”桑榆满眼愧疚，他握住我的手放到心口：“宁宁，我知道你恨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”我勾了勾唇角，渣男贱女自相残杀才痛快。桑榆下了狠手打压李家，项目一个接一个掉，李家连日长周转都困难。李靖更是被封杀到走投无路。不够，这种程度远远不够。我又给李靖添了一把火。你想达成目的，威胁桑榆更直接不是吗？桑榆最讨厌被威胁。隔天他挂断电话后，气急败坏地大骂贱人。不过也就一夕之间，李靖就家破人亡。破产清算，大大小小的资产都被抵押，债务一层又一层压下来。他爸爸崩溃之下跳楼自杀，妈妈接受不了现实，精神失常。听说因为还不上庞大的债务，李靖跟了一个55岁的有妇之夫。我拨了电话给对方的妻子，没过几天就看到李靖被捉奸在床的视频。他拼命挡住光裸的身子，一身狼狈，周边都是打骂嫌他肮脏的声音。他崩溃的尖叫，没有半点之前气焰嚣张的样子。因果轮回，最终也轮到他了。我看着窗外的残阳，想到李靖说真心，不屑的轻笑。真心，真心瞬息万变。我将戒指摘下来扔了出去，眼神狠厉。我要桑榆也为背叛付出代价。出院的时候已经入了秋，桑榆细心地帮我系好围巾，怕我着凉。这些日子，他除了公司就是医院，没日没夜守着，希望我能早点好起来。我照旧回了自己的公寓，他小心翼翼地跟了过来。你不喜欢家里有外人在，我怕你照顾不好自己落下病根。我对桑榆已经生理性厌恶，同处一个空间都会有反胃的躯体症状。但柴米油盐酱醋茶才是婚姻里最磨人的石头，我要用让他逆烦的日子逼他发疯。我不断挑剔着生活中的小事，阴晴不定的情绪随时将家里砸得乱七八糟。他发着高烧，想让我拿点药，我也不过一句，又死不了矫情什么。即便做到这样，他也不过沉默地将东西收好。我厌恶他的碰触，无比嫌弃地说他：“离我远点，我嫌你恶心。”他面色苍白地看我，嘴唇轻颤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坐到一边，给我留出空间。他像是真心反悔，包容我一切的无理取闹。可婆婆来看我的那天，我听到他们小声的争执：“你做错了事，给宁宁补偿，我们没有意见，但给那么多股份，多少有些冲动。”他掸了掸烟灰，从容笃定：“婚不能离，不按他说的做，万一把事情捅出去，对我的影响太大。他离不开我，闹脾气也是一时的，过段时间日子照样过。”婆婆语气责备：“你确实对不起宁宁，就别说这种混账话，可惜了孩子，都快6个月了。”她不耐烦地揉了揉眉心：“有什么可惜的？再生就得了。流产之后怕她难怀，等身体好点就走试管吧。”窒息感充斥着我的心脏，
流产大出血，我几乎全身换了一遍血才活下来。他却盘算着我的子宫。我靠着墙屏缓着颤抖，还好他依旧面目可憎，让我没有心慈手软的机会。我开始在每天半夜尖叫，桑榆惊慌地冲进门安抚我：“怎么了，宁宁？”我死死抓着他，满眼惊恐。我梦到孩子了，满身是血。他说是我们害死了他。桑榆吓得面色巨变，低喝道：“你别胡说八道！”但他颤抖的手透露了他的恐惧，因为愧疚才会害怕。他变得越来越敏感，半夜会惊厥，靠着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，甚至需要整夜开着灯。我买了个人型娃娃，涂了些颜料放在他床头。他惊醒看到染着红色的娃娃，失控到吼叫。长期失眠和心理压迫让他变得十分痛苦，神情萎靡恍惚，脸上都透着青灰色。我清醒地看着他一点一点崩溃。我预约了心理医生，打算去看看他面部浮肿，看起来精神确实很不好。我想了下，推到下周吧，我陪你去。久违的关心让他眼里有了点光亮，笑着应我好。没等到下周，他就收到了法院的起诉通知。他找不到我，慌不择路跑去我父母家里企图和解。电话一个又一个打过来，爸妈知道了这件事，怎么都瞒不住。梁其军看了一眼，问我：“需要我陪你回去吗？”将整理好的诉讼证据交给他：“不需要，你只要保证打赢这场官司就可以。”我赶回家里，刚进门，桑榆就跪在我眼前，他害怕地不断求饶：“宁宁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们和解行不行？我一坐牢什么都完了。”他第一次下跪是山盟海誓的求婚，第二次下跪是出轨祈求我的原谅。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。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，喊了6年的爸爸妈妈，在旁边也跟着要下跪。婆婆哭着哀求我：“宁宁，我们求求你撤诉吧，阿姨知道错了，她只是做错了事，她会改的。”桑榆眼泪汹涌，像是想不明白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走到这个份上？宁月，你把我告上法庭的时候，有想过我们的婚姻吗？我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，出轨的人却在这里和我说婚姻。我狠狠地踹了他一脚：“你们的孩子做错了事还能回头，可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什么都没做错，却成了手术台上冰凉的肉块。他都成型了，我甚至都能听到他心脏跳动的声音。”眼泪不受控制地往外涌，我恨得想将他剥皮抽骨。桑榆，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，你滚到监狱里去忏悔吧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我心脏痛得像一半一半裂开，无数次午夜梦回的时候，我都崩溃于抓不住宝宝离开的身影。我要他精神和身体都备受折磨，要他切身体会无法言说的痛苦。可能觉得我实在受苦，妈妈忍不住抽泣起来。秋天的连阴雨怎么都下不完，叶子落了满地，我们的感情穷途末路。他被自责吞没，跪在地上，面色惨淡，眼底一片死寂。他喉结滚了滚，嗓子揉了把沙一样哑：“这是你希望的吗？”“是。”我没再看他，转身离开。他下跪道歉的那一刻，我居然想到的是他向我求婚的时候。我们的青春里都是彼此，恋爱5年，结婚6年。我们相融于彼此，涌入脑海里的一幕幕都是他好的样子。我从未想过，我需要用漫长的28年去认清一个人。原来的桑榆清爽明亮，说话总带着笑，成绩名列前茅，让人艳羡。篮球场的一个转身是很多人的青春。他会堵在后门为感冒的我挡风，会假装买错了东西给我塞一个又一个礼物。每一次对视他专注的眼神，总会让我心上一烫，
他的眼里只有我。我还是恨他的，因为爱所以恨。恨他的心上有了别的女人，恨他背叛我，成了伤我最深的人。18岁的他意气风发，28岁的他溃烂腐朽。开庭当天，我紧张到手心冒汗。虽然有监控视频可以证明梁其军失手推了我，却担心不能判定为故意伤害。梁其军淡然地拍拍，试图安抚我的情绪。尊敬的审判长，被告人桑榆婚内出轨，亲手将妻子宁月推下楼梯，致使宁月流产。根据医院出具验伤报告显示，符合事实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34条，桑榆将会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。桑榆的律师据理力争，审判长根据监控显示，不能证明，我认罪。桑榆直接打断律师，又重复了一遍，我认罪。我愣神地看过去，桑榆颓废地坐在对面，整个人如同行尸走肉。法庭上被这荒谬的一幕搞得寂静无声。桑榆配合官司判得很快，最终被判定3年有期徒刑。我没有去想他低头认罪的原因，直到他进监狱服刑，我没再见过他。我在公司拼命的工作，让大大小小的项目填满我时间的缝隙。婆婆经常来看我，一直心里有愧。宁宁，你不用这么辛苦，可以找职业经理来打理公司。阿鱼的这件事是他做错了，这种结果我们都没有意见。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我们也都是你的亲人。看着他冒出的白发，苍老了许多的面容，我眼眶一红。叔叔阿姨从我出生时就把我抱在怀里，自始至终对我的照顾也让我心生感动。每次去看阿鱼的时候，他都问起你，问你辛苦不辛苦，晚上能不能睡好，还会不会吓醒尖叫，有没有按时检查身体，总怕你落下病根。我沉默着，看着项目合同，就当听不到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试探着问，阿鱼挺想你的，你要不要？我笑着打断他，妈，公司太忙了，抽不开身。他知道我的意思，只是苦笑着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工作到夜幕降临，人去楼空，我才下班。出门时看到梁其军等在树下的身影，秋风料峭，他却等得没有一点不耐烦。叹了下气，最近一直如此，不管我拖延到几点离开，他一直都等在门口。也挑明了说过没有开始新一段感情的打算，他却只问，我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了吗？我抿了下唇摇头，这段时间如果没有他帮忙，我很难坚持到最后。他没有像以前那样步步紧逼，很有分寸的只关注一些我的小事，却让我感觉在生活中他无处不在。走近了才看到他怀里抱着只萨摩耶，眼睛像葡萄一样小小的软软的，很可爱。因为桑榆对狗毛过敏，我虽然喜欢，但是从没养过。他看我走近，眉眼温和，照旧问我吃晚饭了吗？我摇头，他无奈叹气，一副我就知道的样子。那我请你吃晚饭吧，正好我要出差，这只小狗想让你帮我照顾几天。我直接拒绝，你可以寄养在宠物中心。小萨摩像是听懂了，尾巴摇了摇就垂下来，很委屈的样子。律师擅长看透人心，他牵着萨摩耶慢慢走着，语气不咸不淡，你最近这么折磨自己，没日没夜的工作，是在逃避我还是逃避桑榆？他停下脚步，不避不让地对上我的视线，你是在逃避所有的新事物，你害怕开始新的生活。我心里一刺，他说的没错，我还陷在原来的仇恨和痛苦中无法自拔。他将牵引绳递过来，不要陷到过去的深渊里，太阳还会升起，只要你想生活，就可以重新开始。我没有接，抬眼看他，
你说这些没有私心吗？当然有。他笑得坦荡，你和桑榆的过去不算什么，28年只是一个阶段。如果你愿意，未来的每个阶段都会有我。但我的私心还是想让你知道，无论何时，你都值得爱与被爱。宁愿这么多年我还是喜欢你，你觉得太快我就慢一点，你觉得太近我就远一点。我守着这份喜欢这么多年，归根结底是希望你快乐平安，再多等几年或者等不到也没什么。如果你觉得有压力，我就退出。他的眼神直白热烈，冷风吹过，却有温热的感觉爬上心头。一片阴霾的生活生生被撕开一道口子，隐隐泛痛的同时却鲜活起来。他打包了一份牛肉拉面给我，把我送到楼下就要离开。我喊住他，不是需要我照顾小狗吗？他眼里染上笑意，叮嘱我，刚抱回来没多久，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。我还是接过了牵引绳，回到家里，我把它抱起来，轻声问，就叫生生好不好？重生的生，生生不息。他笑着摇着尾巴，汪汪了2声。我不自觉地也笑起来，想到爱与被爱，我第一次强烈地想要重新开始。等了片刻，桑榆走了出来，1年未见，恍若隔世。他和以前大相径庭，严峻的折磨让他脸色蜡黄，下巴上还残留稀稀拉拉的胡子，面容颓废憔悴。他坐下，看到我空洞的眼里有了些神采。你来了。桑榆细细地打量着我，庆幸地开口，胖了点，看起来精神也很好。我捏紧衣扣，下定决心开口，我们离婚吧，我重新起草一份文件，财产平等分割。他怔怔地看着我，沉默了良久，强颜欢笑。我以为我付出代价之后，你就会原谅我了。我无比清醒，你不是为了我，你是为了你自己。你为了处理自己出轨的烂摊子，害怕身上背负的孽债才认罪的。他脸上灰败一片，心有不甘。宁宁，我想尽办法弥补你，孩子没了，我也很痛苦。我做到这个份上，只是想求一个和你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我打断他，于哥哥，我爱上别人了，未来的每分每秒，我都不想和你过了。桑榆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整个人绝望无助。宁宁，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你够狠。我缓缓吐了口气，是我够狠。我知道今天是结婚纪念日，每次喊他于哥哥，他什么都会答应。我也知道，爱上别人才是伤害他最根本的方式。这一次，轮到我抛弃他了。他还是答应了离婚。我净身出户，就当是我对你的补偿，只有这一个条件，你同意我们就离婚。好。他看了我很久很久，最后一刻却说，我们以后都别再见了。爱到最后说着分道扬镳，却希望我回头看他一眼的狠话。好。狱警提醒探监时间到了，我毫不犹豫起身离开，也看不到桑榆看着我离开的身影，眼中都是不舍。鬼门关走过一趟，我才看清一个人，但凡回头，我都该死。离婚后，我在河水弄开了家咖啡店，过起了早 C 晚的生活。每天早晨店里都有梁其军送来的鲜花，他每天都换不同的花样。我趴在窗边出神地想今天会是什么。9点一到，他就准时出现。他身材修长，穿着精致有型的西装，抱着捧向日葵就走进店里。今天他过分英俊的面貌吸引着店里女生窃窃私语。他靠近郑重地问我，宁小姐，今天情人节有幸能请你吃晚餐吗？有个女孩好奇地问，老板，这是你男朋友吗？梁其军桃花眼里漾着笑，不是，我正在很努力地追他。哦，店里的人都在起哄地看着我们，我垂着头，嘴角也噙着笑。
他凑近，声线低沉：“距离拉近，气息浅浅地打过来，暧昧丛生。我抬眸轻扣着下巴：“他瞬间紧张起来，一副被吊着七上八下的样子。我轻笑起来：“好啊。”店里放着 Hansa， 生生趴在脚下打哈欠，阳光打进来，照着向日葵生机勃勃。踏过所有的荆棘，我才知道问一个出轨的人为什么出轨，就像问反社会人格为什么要犯罪一样毫无道理。爱自己，不用自己的人生赌一个人的迷途知返。桑榆番外，我的妻子是我的青梅竹马，我们相爱10年，人人赞叹。我点了根烟，刚刚的事情让我身心愉悦，但我身旁的人不是我的妻子。也许我和宁月太过顺理成章的感情，让我有些乏味。于是李静引诱我时，我毫不犹豫地沉迷这种刺激和激烈。李静娇声问我：“阿瑜，还在孕期的宁月怎么办？”我毫不在意，揉了揉她的裸露的肩膀。这种事情瞒着她就好了。我们还是夫妻，我还会爱她，爱我们的孩子。可她还是发现了，为了安抚她，我和李静分开。为了处理李静的事情，我精疲力尽，转手了很多赚钱的项目，才让她打掉孩子。但宁宁不依不饶的态度让我厌烦无比。我那么爱她，又没做错什么，她为什么不能原谅我？我们争吵间，失手将她推开。孩子没了的那一刻，我开始慌了。我忍受她一切的情绪，用尽办法挽留她。她说好，不离婚。我才松了一口气，也笃定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她离不开我。可我知道宁宁变了，她不再像以前依着我撒娇，总是冷若冰霜。我也因为失去孩子精神衰弱，我常常坐在婴儿房里摸着小木马出神，如果孩子出生会是什么样子？当我在梦里见到他们，总是鲜血淋漓地问我，为什么伤害他们？我吓得尖叫出声，愧疚感不断加深，日日夜夜不敢入睡。直到宁宁和我对簿公堂，我害怕坐牢，于是下跪祈求她的原谅。我被她眼中的恨意刺痛，她冷漠的像在看垃圾。我知道她过不去这个坎，也不会放过我。我希望生活可以回到正轨，早点结束这一切。我认罪了。直到她说她爱上了别人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切肤之痛。原来她知道我出轨时是这样的感觉。我被她抛弃了，我一无所有。我看着监狱里的铁门，悔恨的痛哭出声。我怀念温暖的宁月，我想要圆满家庭，平凡的生活原来那么美好。我知道错了，可回不去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